好，来看看今天再次给大家伙啊这个信息大爆炸的这个解说，来自于我们小李仔爆你头啊，他粉碎了三国战记的霸业，这个武进争霸啊，从此揭开序幕了。是这样的啊，因为之前解说大家伙都知道啊，小李仔爆头哥呢，他是过了武进啊，这个天王难度武进的这个一臂通关，已经好几个人了，而且有多个人物呢都是3命通关，比如说真黄忠啊，就白黄忠啊，真黄忠的话，他是一臂啊，就是说他是死了3条命。然后呢，关羽和白黄都是3命通关，也就是说死2条命啊，而这个貂蝉呢，他也是一臂啊，也是死了3条命啊，这个就比较难受。但我这个规则之下啊，就目前来讲，他现在还在打马超。在这个小李仔的认知当中呢，他的武进全人物，诸葛是这样的啊，诸葛白章、魔章、貂蝉、赵云、白黄、关羽、真黄。这都有，也就是说最难的应该他是意思就是最难的是张辽啊，不是马超啊，是张辽，他现在正在打张辽，他现在正在研究打张辽的武进和马超的武进，他现在在打。除了这2个人之外，也就没啥人了。我认为真黄挺难的，没想到真黄都能过。而这个现在他的意思是张辽和马超反而是挺恶心挺难的啊。我认为最难的貂蝉也很难，因为貂蝉的攻击距离太低了，而且攻击属于那种就是没有攻速，他第一个攻击是刷2点，虽然说可以通过 A 一下转身 A 一下转身那么打，但是更没有意义啊，更危险啊，因为攻击距离非常低嘛啊，所以说呢就挺难受。这个游戏比较难的已经打出来了，那还剩就是张辽跟马超了。其他呢就是再解说一个赵云武进，我也没有解说啊。赵云武进，还有白张飞武进。虽然说白张飞我知道有，但是白张飞谁能打？这个到目前为止提供个录像，我照样呢可以解说一个白张飞的武进啊。现在呢武进一臂呢，很多人都能完成了，武进的3命呢也都差不多了。今后再提升，那无非就是武进1命能不能打出来啊？这是第一啊，武进1命能不能打出来？武进2命也行，这都是提升，只要有提升啊，咱们都可以啊，就2命通关。咱们现在这个关羽是3命通关，对吧？你能2命通关也是提升。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比如说禁追地啊，不让追地，不让卡兵啊，这都是禁法。关羽我认为也挺难，兄弟们，你看啊，关羽呢，咱们全程啊是不能这个什么的啊，咱们全程呢是不能这个爆气，不能爆气，你就没有前手。你也没有血杀，你也没有什么啊，对吧？你必杀也练不了，然后你下上手，对吧？你下上手是必杀，是不是该放？然后这里面呢，这个关羽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他飞龙在天，就感觉你点1、2、3接飞龙在天。有的 BOSS 呢，对吧？你看不住小兵，你就没办法。你看不住小兵，你1、2、3飞龙在天，小兵咔跳过来给你一杵子，这就很难受啊，对不对？好，武进速通，大哥，你玩武进还要速通，杀人还要诛心，我也是服了啊！三国第一富豪是谁？你这话说的，什么叫第一富豪？对吧？当时咱们是国天下家天下，谁最有钱，兄弟们？那要这么说的话，理论上来讲，天子最有钱。你这个咱不用犟啊，他封建是吧？你其实就现在他也是，是吧？啊，富豪这个东西怎么说啊？你就好比当年的沈万三，对吧？你是吧？现在好多人都能过了。不过呢，是这样的，当时的赞助还比较人性化，比如说有一些 BOSS 他还说可以让你跳，有些 BOSS 可以让你跳，那还好一点。现在就是只要规则是这样，它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跳不上去，对吧？你比如说你选择黄忠，你上不去，对吧？你就得走反路，就得走那个荆州城里面打那个孟获，对吧？因为你没法跳到那个王屏上，对吧？你就是咱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要说实话啊，大家伙知道这个
哎，很多人看过这个类似于盗墓题材的小说，可能比我还清楚一些，对吧？摸金校尉，然后发丘将军，是吧？还有什么什么这些官职，就想当年啊，想当年这个吕布啊，都是发丘将军的兄弟们啊，干啥的事儿？你像想当年那个最早的时期，对吧？楚汉争霸时期的这个项羽也一样啊，去挖坟掘墓。不过钱啊，在古代还是比较模糊的，对吧？一朝天子一朝臣，有的时候他的钱都不一样。但是呢，像一些古董啊，像金银呢，还是比较保值的啊。金银铜器，哎，比较保值啊，这个比较好一些啊。这个是这么个意思。钱这种东西啊，古代兄弟们，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打钱，对吧？比如说咱们说啊，军费。是不是啊？比如说咱们是军费，对吧？你像这个美国有多少军费，对吧？你看古代也是啊，咱们搞科研，你像诸葛亮说，我研究一个诸葛连弩，我研究一个什么啊，对吧？研究一个什么阵法，搞人才培训，这打仗都是打钱啊，粮草啊，对吧？哎呀！好，你看关羽的普通攻击，包括他那个前手的攻击力都非常的低。他真的只能靠什么？靠这个飞龙在天，真的只能靠飞龙在天啊！第一关没有形成无伤，关羽还是难，兄弟们，真的，关羽还是难啊！其实他可以追地反 A 接飞龙在天的。好，二哥把大嫂砍死了啊！耶，什么意思啊？现在你要问我最值钱的古董是什么，我能说最值钱的古董是什么呢？比如说排名第一位啊，咱们先不说，咱们说第3位啊。排名第3位的应该是什么，兄弟们？你们知道吗？排名第3位的啊，应该是就是秦始皇皇陵里面的书籍。根据这个很多史学家这个分析啊，现在虽然说秦始皇皇陵找到了，但是呢，这个咱们说啊，因为当年咱们说不焚书坑儒嘛，但是就是秦始皇知道他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他就是说很多书啊，他都保存在自己的陵墓里啊，就是坟墓里面，对吧？这个大伙能理解吧？啊，就是说我虽然说我是给焚了啊，但是呢，对吧？我是要把这个每一套都要存起来啊，对吧？这是一种，这是当然这并不是一件东西啊，并不是一件东西。然后呢，排名第2的是什么呢？排名第2的，我个人认为啊，它也可以排名第1。但是我为什么它是排名第2呢？是因为这个它啊，还是就是说只是带有一些荣誉的象征，而且只带有周朝的象征。虽然说周朝啊800年啊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朝代，但是后期你也懂的，对吧？最后呢，秦王扫六合，统一了全天下。什么东西呢？就想当年这个问鼎中原啊，有这么一个成语叫问鼎中原啊。什么叫一言九鼎？啊，一共有个青铜器叫9个鼎，大家伙懂什么意思吧？啊，对吧？这个就这个意思。这个鼎啊，这9个鼎就可能就比较狠啊。虽然说它的冶炼技术呢可能是一般化啊，但是呢，据说这个鼎在哪儿呢？很多人说找不着了，但是找不着了在哪儿呢？据说是在秦始皇的陵墓里啊，据说是。我为什么说它是排第2呢？对吧？但是它有可能会排第1，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对吧？在周朝，咱们应该说周朝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文艺大爆炸时代啊，应该说就是中华文明大爆炸的时代是在周朝，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很值钱，对吧？很有象征意义。但是呢，它排到在我心目当中，我是排它排到第2。我心目中的第1呢是传国玉玺。啊，我心目第1是传国玉玺，因为它太传奇了。因为我最开始给大家说，你看啊，这3样东西严格来讲都跟秦始皇有关系，啊，都对吧？咱们中国第1个大一统王朝秦朝，这3样东西啊都跟它有关系。比如说，它大一统之后整合的这些古书籍，
对吧？它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之后的古书籍，对吧？大伙能理解吧？啊，然后呢，这是全套，然后呢，再就是对吧？鼎，九鼎，咱们看那个香港电影里面啊，这个就东邪西毒那个剧组闲着没事儿啊，拍了一个什么呢？拍了一个这个东成西就，这里面你看那个欧阳锋还练这个九阴真经，是吧？拿这个鼎开始练啊，是吧？啊，当然呢，这个为什么鼎这个东西中国人那么对吧那么神圣啊？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啊。所以说这是我的第二个，第三个传国玉玺。传国玉玺呢，作为一个对吧，这个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证明啊是最开始卞和发现的这个对吧这个和氏对吧这个和氏璧送给这个对吧这个历代楚王，最后呢终于给他平反了。后来这个和氏璧又什么完璧归赵，最后在秦朝对吧李斯拿这打造了一个传国玉玺，后来写上8个大字啊，对吧什么什么对吧这个既寿永对吧这个叫什么天命既寿永昌的啊，对吧？他写完了之后呢，对吧？又交给秦始皇，秦始皇最后又给他扔到洞庭湖里了，最后后来又给人送回来，最后又到了这个对吧？到了这个汉朝手里，对吧？刘邦拿到手里之后呢，刘邦对吧？传到自己的儿子，对吧？这个传下去之后呢，逼逼赖赖的啊，传下去之后呢是这样的，这个王莽的时候，对吧？他建立新朝的时候，对吧？跟自己的姑姑，因为他也是皇亲国戚啊，他跟自己的姑姑搞事情，对吧？然后呢，这不就把这个摔了个角，对吧？摔了个角呢，镶了个金子，咱们就管它叫金镶玉啊。这个故事讲了好几次了，也没啥意义了啊。然后呢，讲哎，这个玉摔完之后呢，咱们看三国里面，你看老版《三国演义》啊，就写的非常牛逼了，人确实写的很明白。对吧？就在一个在这个洛阳迁都啊，迁到对吧？迁到西边的时候，这个董卓，最后呢，这个传国玉玺呢就被一个宫女抱到井里，让这个孙坚给找到了，是吧？后来你看这个传国玉玺再往下传，反正后来是失传了，兄弟们，好像是在石敬瑭时期失传的，但是据说其实早就变成假的了啊，咱也不知道啊。当然，所以说历史这种东西呢，有很多时候吧，这个没法说。然后所以说是哎，好的，不小心吃了啊，不小心吃了个血，所以说血杀了，不小心吃了血啊，他目前只挨了一下打，然后呢吃完之后呢血杀了3次，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啊。反正呢，我认为啊，就是这个我说难听点儿，兄弟们，我说难听点啊，幸亏这些东西啊，它没有传承下去，让咱们既神秘又向往。它万一真传下去，假如啊，它传到那个我们老祖宗，因为小狼是满族人嘛，传到慈禧那儿，别再让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或者说是给拿走了啊！你这吧，兄弟们啊，咱实话实说啊，这是这个华夏文明啊，就是现在我是个人认为啊，咱们看啊，就是很多人，咱们都现在也不像早年那时候知识没那么对吧，没那么满，很多不专业的人顶多也就学中，咱们就是初中开始学历史对吧，初中历史，然后后来呢，有的人喜欢看点文艺作品，有的人喜欢看点书，有的人喜欢啊，也就对吧，听听老人讲一讲那些。哎，对吧？古老的传说啊，也就这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咱们想获得一个信息，虽然说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呢，有一些专业的自媒体或者说是对吧，这个媒体人，他可以包装这个东西。当然也有一些高质量的这种对吧，这个对吧，这个撰稿人，比如说像这个什么 UP 主之类的，他们整合这些信息呢，都是对吧，传承下来，包括他自己。详细的翻阅资料，怎么写稿子啊？把这个故事写得多么精彩，既符合史实，又幽默又诙谐。所以说，好多人都收集到了很多知识。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神秘的这个东方啊，就咱们现在就是东方一条龙嘛，对吧？神秘的这个华夏文明啊，确实是啊，给全世界打了一个就是非常神秘以及非常，就真的是一个古老而又就是文明对吧？这个文化兴盛的一个。对吧？一片地方啊，咱们现在啊，如果说你说是什么国家那个国家
这个国家啊，它是古中国古什么的，这都没有意义，兄弟们。它是按照什么来说的？按照流域来说的。比如说什么两河流域啊，比如说像什么啊，就是这个文明是在这块必须得有水啊，就跟着水的文明啊。包括你看咱们现在有的很多人说什么玛雅文明，什么苏美尔文明，对吧？这个尼米鲁星上来的神，对吧？他有那个苏美尔王表。还有人说啊，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对吧？又什么这个再更有甚者啊，又开始最早有很多原始人，但是所有的原始人都没了，最后只剩下智人了啊，对吧？智人最后又分到这个各个地方啊，都是全世界目前所有人都是智人的这个后代，对吧？在非洲一个女性的后代，这个女的叫什么？叫露西是吧？啊，哎，这个有人又说她是个大猩猩，咱们看那个电影《超体》里边不讲吗？然后你再就是啥？再就是咱这个，啊，咱这个叫这个好的，飞龙在天可以上去，看不看见？哎，这就专业了啊！飞龙在天可以上来，对吧？你看咱们中国是有什么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对吧？这都是啊，这早期的这个人啊。他们在打97，没有灰啊！你们喜欢看97，那你就看97。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是喜欢小狼还是喜欢97，还是喜欢小狼讲97？那如果小狼没有了97，那么小狼这个人就没了。那有一天没有了97，或者玩的少了，我们拿这个97吃不了饭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兄弟？对吧？咱们就心平气和的啊，哎，不要在这儿，对吧？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一手超火。你说我狼，我就喜欢你解说97。对吧？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啊？你要是喜欢我狼啊，当然开玩笑啊，咱就说这个意思。我不能光靠他们吃饭啊，对吧？该有大型比赛，咱们该说肯定是要说的，对吧？没有比赛，咱们该解说我狼呢。你要真喜欢我狼，那是喜欢我这个人儿，就哪怕我搁这吹牛逼，你也点喜欢是吧？那你不喜欢，你光喜欢拳皇97，那我认为啊，还是有点是吧？啊，这个连招比较实惠啊，大家伙学着点啊，对吧？哎，就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对吧？啊，必须要打满连招，对吧 ？A 一下飞龙在天，再前一手飞龙在天，再前一手，就简简单单的，不扯这个事儿啊。单 A 飞龙在天，千万不要老想着1、2、3、4飞龙在天，前手飞龙在天，4招1式打满了啊！不要老想这个事儿，来个蝎子过江啊，兄弟！有点恰饭啊！有的时候你解说拳皇97未必比这个解说这个的这个多。虽然说今天晚上对吧？我刚才逼了半天，一顿暗示，没有老哥帮我冲个3星，但是啊，我相信我现在说完了之后，嘿嘿，也没有。反正呢，甭管怎么样吧啊，万一有呢，是不是？那我瞬间我这个对吧牌面不就上来了，对不对？三国中谁饭量最大？饭量这个事儿没法说啊。小狼除了会吹牛逼还会干啥？还会瞎白活呀，还会白活呀，对吧？啊，还是没有啊。刚才我们巨型个子一手打许愿卡啊。这3星这就还差，哎呀，还差1飞啊，还差1飞就3星了，哎呀！我解说时总带点粗口，其实我告诉你啊，那些人不带粗口，何时不带粗口，对吧？而且所谓的粗口，什么叫粗口？就好比讲黄色笑话。我说句实在话啊，咱不吹牛逼啊，有很多人的父母啊，平时教育孩子的时候都可好了。他们自己聚会的时候也是要讲一些黄色笑话，也是有口头语的。咱这个并没有恶意啊，咱这没有恶意啊，对吧？你要让我上春晚，我肯定不能讲脏话，对吧？咱说这个意思。有的时候这一晚上一解说4个小时、5个小时的，对吧？哎，咱说一个好的解说，就像郭德纲似的，就得给大家伙唠唠嗑、聊聊天儿，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粗口是什么？大家伙就是你能理解就好了，你不喜欢那也没办法。咱说你要是真一板一眼的，对吧？那就像解说新闻联播似的，那也说句实在话吧，那也是一种风格啊。啊，那我呢就是有这个路子啊。
好，这个走位一定，我在这儿，我有一次啊，好像是选啥，选魔张飞吧啊，就在这个地图上，我将近满血，然后死了，就我冲不过来，我就感觉自己跟傻子似的啊。三国最能打的是谁？叶问啊？难道我呀？啊 ！Go go， hurry up！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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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哎，好，在这儿摊了摊分啊，在这儿呢，就是为了摊摊分打级，把这个级呢打到这个14级啊，我们这时候是可以快进的啊。好，不打了，不打了。14级了啊！其实控制自己的级数啊，也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对吧？打着打着升级了，然后被这 BOSS 歘歘两下，半管血没了啊，太嘚了。就是大家伙心目当中啊，就认为啊，就大家伙心目当中。就是你说啊，咱们说，就穿越回哪个朝代？其实你穿越回哪个朝代，你都不如现在幸福，你们没感觉到吗？很多人说不对，哪怕我穿越回汉朝，我穿越回东汉末年，我当个董卓，我最起码是吧啊，我也能那么多女的是吧啊是吧？你这就没法说了，你不能说你穿越回去当谁？你穿越回去那个朝代当老百姓，那还不如在咱们现在这儿当老百姓，对不对？对吧？啊！好，盘山道直接走。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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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90年代买房。那你也得有钱啊！你穿越回90年代，难道你有钱吗？对吧？你比如说，你穿越回去了，你家里有个10万块钱，你跟你妈说买房，你妈会说你给我滚边拉去，对吧？噔噔噔噔噔。好，一会儿看看啊，关羽和夏侯惇在《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他俩打了是吧？这不是那个秦琪是蔡阳的外甥，对吧？蔡阳又是这个夏侯惇的好友，所以说夏侯惇要跟关羽干一手。夏侯惇相当于什么？夏侯惇相当于一线，关羽相当于什么？关羽相当于准 S 级啊，对吧？相当于准 S 级啊，这确实打不了，理论上来讲是打不了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好，没有小兵，哎，随便打，没有小兵真的是无所谓啊。哎，我感觉真的很过瘾，兄弟们，真的，你看啊，1、2、3飞龙在天，呆飞龙在天，这个血量不少的，对不对？好 ，S 级是谁 ？S 级啊，确实啊，无论是关张啊，无论是关张，啊 ，S 级就确实是赵云，不是赵云去了，吕布啊，吕布啊。
这里面咱说三国的武力天花板吕布，昨天我还说呢啊，吕布大战李元霸，我感觉得让李元霸把屎打出来啊。啊，关羽是啥？关羽是力量型英雄，对吧？这个你看那个什么，你看那个王者荣耀里面关羽，对吧？他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一刀入魂，对吧？一个大劈，而且还能群控，对吧？你看符合《三国演义》的人设啊，这人骑个大马，对吧？满大溜达，对吧？一个绕后，对吧？绕后大招踩过来，然后再一推，然后再一个大劈，把一个不小心3杀，是吧？一个绕后的关羽啊，就是提防一点，对不对？对吧？大家伙能理解吧？啊，然后呢，吕布，对吧？作为一个战神，对吧？扛到后期，对吧？这个无论是打团还是1v1啊，这个吕布这个人就很厉害了啊，对吧？这个都挺好。但是尼玛的张飞我就操了一个标辅助我尼玛，对吧？你就咱这个事儿吧，就咱可能是缺辅助，但是你张飞是辅助这个事儿吧，我也能理解，因为他确实能打能调啊，这个人也辅助当中也确实挺厉害的啊，是吧？无论说是比赛还是啥，他这个角色的这个技能定位啊，他就不错，他确实很厉害。但是你这太肉了啊，你就没有飞哥那个士气了。你飞哥打张合的时候，飞哥打严颜的时候，飞哥对吧？打那个纪灵的时候。那靠的是啥呀？那靠的都是自己万人敌的能力啊！你一辅助啊，难道出工装吗？啊！李逵跟武松谁厉害？那李逵能让武松10打出来啊！哎呦我这个防是真的好啊！这张辽、文远防的是有点东西。前天好，你看他前手挥空，前手挥空飞龙在天，确实赖啊！张飞打野老厉害了，你这话说吧，咱说实在话啊，是你玩的厉害，你除了蔡文姬，你用啥打野都还行，对吧？你玩的不厉害，你对吧？对吧？你像王者荣耀里那个赵云也符合他的人设呀，对吧？能打能调，7进7出，对吧？虽然说呢不是大肉，但是关键时刻还能扛，对吧？窜来窜去，伤害也挺爆炸，还能回血。啊，符合他的人设吧？啊，诸葛亮也行啊，诸葛亮也行，也符合人设。司马懿什么的，这张飞这个是给我看懵了啊！这张飞我感觉他就是给我看蒙圈了，我尼玛！中国最厉害的武将是谁？最厉害的武将，你不能是小说里啊，你小说呢你不能算。你要真实的话，霍去病。啊，那可是他24岁他就死了呀，对吧？他也许有的人就是赢了一辈子，结果最后一场输了，那他就不能说厉害是吧？有的人是每次都赢，但是在24岁人就死了，对吧？人就死了，那你这就没法说了是吧？你没准有更厉害的就他打不过，但是说这个意思啊，大家能说吧啊？啊，哇，打仗最厉害了，和单挑那个不一样啊，这个啊，咱们说打仗，那你甚至你可以说韩信厉害了，你可以说韩信厉害啊，对吧？你打仗，他不是说我上去跟人玩命那个打仗，你两码事儿啊，那个啊。霍去病主要是啥呢？他就是唯独就让人诟病的就是这哥们儿死得太早了啊，那死的倍儿拔的啊，就感觉。好，捡了一条命。其实这个升级还是蛮快的啊。到目前为止，他是只挨了1下打。李云龙。最近有一个新的剧，好像是那个李幼斌，就是那个李云龙演员啊，那个演的，
好像他饰演马占山是吧？然后那个楚云飞演那个日本人，是吧？那个剧叫什么剧我不知道啊，好像最近刚上映的啊，也不知道好不好看。文鸯没啥故事啊，文鸯那都是，就是你三国后期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太强调个人武力值的修为了。强调的都是政治手段啊，强调的都是利益对吧？联合等等，是吧？你像那个三国后期，无论说是那个先是对吧？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先是魏国对吧？先是那个搞政变，虽然说呢这个汉献帝已经名存实亡，但是还是名副其实啊，我给你篡了啊，曹丕就篡了。然后呢这个蜀国这边是吧也是。啊，有的时候，对吧？这个李严什么的，对吧？和这个诸葛亮还要掰个手腕子。然后呢，你看那个吴国这边呢，就是孙权。孙权呢老了之后吧，就是在太子这个位置上啊，确实是糊涂了，然后整的还乱八七糟的，跟自己的妹妹一起啊，就搞事情，对吧？然后呢，再是那个魏国了，魏国又开始搞事情什么了？高平陵政变，司马懿，对吧？搞事情啊，对吧？搞了个政变。他完事儿了，对吧？这个蜀国又开始，对吧？这个费祎不小心被降将，被魏国的降将刺杀了，啊，被魏国的降将刺杀了，这也是一个。然后又变成了吴国，吴国又开始，对吧？这个，对吧？孙峻和孙琛又把这个谁呢？把这个诸葛恪给推翻了，啊，对吧？后来呢，这个孙峻和孙琛呢又被丁奉和这个小皇帝孙休啊给推翻了。啊，这个政变是一来一来的。然后呢，说起这个文鸯呢，就在这个司马师时期，司马师是牛逼的时期，这个文鸯呢就搞事情，然后司马师呢最后呢，对吧？这个在平乱的时候呢被射伤了眼睛嘛，最终呢就是去世了。然后司马昭一人扛起大旗嘛，啊，不就这么个故事嘛，对不对啊？2014年的电视剧还新吗？是2014年的电视剧吗？我不知道啊。秦朝谁最厉害？是吴起呀，白起呀，感觉叫起的都猛啊，对不对？要打貂蝉，打貂蝉可以啊。不是，我听说是今年的电视剧吗？难道是今年的电视剧还是哪个电视剧啊？吃自己眼珠子那个是狠人，吕布的手底下的人啊，这个人叫曹性，这个曹性呢是，对吧？把这个夏侯惇给射伤了，夏侯惇把眼珠子吃了，我严重怀疑他会不会得软病毒啊？你朋友说《水浒》里西门庆比武松厉害是真的吗？扯犊子啊！你如果是《水浒传》里的话，那是纯扯犊子啊！你如果说是《金瓶梅》里，我就告诉你，那肯定是西门庆厉害啊！你这个就不这没得比啊，对吧？武二郎跟对吧？跟 Simon 啊。西门庆英文名字叫 Simon 啊 ，Simon 你跟他整不了啊！这你如果是水浒传，操，扯犊子啊！水浒传作为一个小说啊，就是首先什么呢啊，就是你可能都这个吧，因为水浒传是个什么小说啊？很多人可能以为水浒传呢，它映射的是一个什么什么，对吧？是一个封建体系的怎么样，然后一些犯罪的人，然后招安有的人怎么样啊，最后呢还是结局不太好，对吧？他必须得是个正能量的结局，因为宋江他们几个团伙就是打家劫舍，就是坏人嘛，对吧？对吧？是吧？有的也就像，尤其像什么李逵那都不是人，对吧？像有的人，对吧？像是那个汉尼拔那个人叫啥来着啊？对吧？那个娶了一个一丈青扈三娘那个那都不是人，那都啊。那你说这，但是咱俩跟大家伙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你《水浒传》严格来讲它是讲宿命论的啊，有一个对吧？它一上来就是有神魔，对吧？有这个九天玄女，
你们可能看《水浒传》可能看的你们没把那个前面看明白啊，对吧啊？《水浒传》里面还有很多斗法的阶段，对吧？还有什么对吧？公孙胜跟这个谁，对吧？公孙胜跟这个什么高唐州的这个什么这个高什么来着，还斗法是吧？啊对，矮脚虎王英。合金弹头一会儿啊，一会儿合金弹头啊。飞龙在天，我感觉这些鹰是真的难打啊。啊，高廉，对对对，高廉。好，雷神锤明显是要走雷道啊，明显是要走雷道。但是要说这个玉女之术啊，西门庆确实有两把刷子，兄弟们啊，而且武松啊，直男。啊，武松直男，武松呢，虽然说身体条件肯定是好，但是呢，这个直男啊，对吧？这个基本上啊，就是在，对吧？在《金瓶梅》的这个战力系统之下，52有点微面啊，对吧？那都排不上啊，他可能连花子虚都比不了啊，开玩笑啊，开玩笑啊。曹操姓什么？曹操姓曹啊。有人说小狼啊，我这么问你，肯定是想要问你曹操是不是姓夏侯。这个跟大家伙讲一下啊，是这样的啊，这个首先大家伙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姓，什么是氏啊，姓和氏是不一样的，姓占大，氏占后，对吧？这个有很多人都不了解啊，对吧？你比如说同样是楚国人，有的人姓熊，有的人姓芈，对吧？芈，你这个东西它也不一样啊。对吧？你像这个姬姓，有的人也对吧？有对吧？周朝的一般的皇帝都姓姬嘛，对吧？啊，但后来也有，对吧？分氏不一样。但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一个事儿啊，它不是说姓氏的问题了，在这个三国时期呢，这个曹操姓什么的问题啊。首先呢，你要知道曹操的父亲啊，曹嵩，对吧？这个你要知道他是官拜什么？官拜太尉。在汉朝的时候，太尉呢有点像御林军的这个总管啊，有点像对吧？也是一个对吧？官职比较高，管辖范围呢就是比较政治体系的这种官。那他是从哪起的呢？对吧？他有一干爹叫曹腾啊，叫曹腾，是这么个事儿啊。他跟这个夏侯呢是有亲戚的啊，是有亲戚的。但是呢，你要真问他姓什么，那还是要姓曹的啊，兄弟啊。还有人姓姬，姬嘛，你像对吧？姬昌、姬发，这周朝的，你这周朝天子姓啥不知道吗？你像那个周公，对吧？周公大伙儿知道是吧？那曹操，你看那个三国杀里面那个曹操一说，对吧？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对吧？说周公对吧？正搁这吃饭呢，突然就来了一个对吧？来了个工作，来了政务。他把那个东西吐了，然后去处理这个政务，说这个人厉害，对吧？这个人他就叫周公旦，他名字叫旦，他姓姬，他叫鸡蛋，这个确实是这个名字啊，确实叫鸡蛋啊，对吧？你比如说齐王小白，对吧？齐王小白，他名字叫小白，他姓什么？他姓姜，所以说他叫姜小白。是吧？这都是故事啊。然后说你们这种名字，有时候你说你这古代有个人姓傅叫傅炎杰，那他也挺好听啊。那万一关键是你关键是他现在变成他妈的消毒产品了，你咋整？你说啊，对不对？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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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狼能喝多少？喝不了多少。现在有人请行，没有人请，自己喝不喝都啊？但自己谁喝呀？啊！好，一顿摸。Go go go！ 开始啊！进屋吧，对你还能讲3条命啊，还跟他打啊！好，
哎，你看一到这一关啊，你看咱们的这个人气啊，就咔咔准备往上上了，看不看见？哎，开始了啊！一到这一关，你看这人啊，咔咔就往上上，我真是服了。什么酒既能喝醉又不能伤身体？什么酒都伤身体啊！有的酒喝不醉人，但是只要是酒，理论上来讲啊，它就是伤身体的，兄弟们啊！这个虽然说我愿意喝酒，烟酒都伤身体。酒虽然说强那么一点点啊，但是无论你喝多少，对吧，也都挺伤身体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啊，你用酒去提味儿啊，比如说你做菜里放点酒，把那个酒精挥发了，这个没有问题，对吧？比如说你吃炸弹锅，炸弹锅呢最开始啊，对吧？然后呢你就对吧，你这个没有汤了，你就倒点啤酒进去。因为啤酒里面主要的成分啊，还是对吧？大麦嘛，对吧？大麦、小麦，啊，你倒点这个工业啤酒就行，一般就是大麦啊、玉米淀粉啊之类的啊，大米什么的啊，对吧？你那就挺好，放对吧？当汤，啊，没事儿，你那个那么整，你只要咕嘟开了，他把那个挥发出去了，就不算酒驾啊，你就当没喝过酒啊，没问题的啊，兄弟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啊，什么酒不醉人？什么酒不醉人还不伤身体？你这句话说的，你少喝一点就不伤身体。但是呢，你想醉还不伤身体，这个就比较难说了。你这个从哪说起呢？你说这咋说呢？周公解梦是吗？好，这沙摩科。这老虎挺讨厌啊，老虎啊，当当当当当当，好，实锤啊，这就是真实锤，想要醉的话呢，其实跟心情有关啊。据我认为啊，就是说心情特别好的时候，谈不上千杯不醉，只要他这个酒不是什么上头啊，不是那种勾兑的，或者说乱码七糟的坏酒，只要他正儿八经粮食酿的，对吧？自然发酵的，那么一般来讲，人就会多喝一点。就比如说，假如啊，咱们就说喝啤酒。平时你能喝6瓶，你特别高兴的时候，你甚至喝10瓶、喝15瓶，你都不带多的，啊，当然你不能喝得快啊，不能喝得快，再加上呢，你有那个适时补充了一些糖分，再加上你边喝边运动，比如说啊，这是麦克风啊，对吧？麦克风对吧？喝完酒来，兄弟们，是不是干了啊？干了，兄弟们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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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然后。把酒倒满，来他个不醉不休。哎，然后你来，你来啊，完事儿。然后过一会儿再，对吧？苏菲再摇起来，对吧？你这样你多喝点。但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心情不好啊，就难受了，对吧？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我最狠的一次啊，我心情真的不好啊，喝了2瓶半，为啥是半瓶呢？另外半瓶被人抢走了，不让我喝了，我真喝多了，哇哇吐，哇哇上头，哎，这一杵子，沙漠科放大招也没事啊，放大招反跑就可以躲那个大招了啊，很多人以为躲不了大招，那大招是可以躲的啊。听，这感觉你看，我跟你说阵啊，阵确实挺难的，实话实说的啊，哈哈，好，雕虫小技，飞龙在天。好，他要留，哎，飞龙在天，
好，跑掉了。哎，你不打他是几个意思，兄弟啊？哎，你不打他是几个意思啊？雕虫小技，雕虫小技，呀！好，莫非你要跳左慈，挑战高难度玩法跳左慈啊？因为你也没有隐身衣啊，这个地方挺难的。其实我觉得死人都无所谓啊，死人其实都无所谓的，但是你别控不好，又死了人儿，然后又没把这个陆逊，你不小心又把沙漠科打死了，那就太难受了啊！哎，你看难不难？这么打是真难啊！好。双 boss 位加小兵，杀啊！没事，该死死啊！时间到了无所谓啊。这条命是你就是打索斯了，你也得死，所以说他可以打，可以这么打的，没问题的。命是肯定要死的啊。好。哎呀，这个前手没事，现在血量还是陆逊费的多。该死死啊，没事啊，这个死命是很正常的啊。好，一起打无所谓。耶！好，3个小兵加2个 boss。你哎呀，这可对呀，何苦来呢？你就自己死了得了，对吧？对吧？你死了得了吧，还想搁那靠啊？这都已经很好了，打了这么多血了。好了，跳左慈啊，无隐身衣，死命跳左慈。其实他还是有一点点机会的啊，他死条命还落下来，还费了一点血。小的们，好了，可以打死了啊！小的们看招！小子们看招！喵呀！喵呀！好，必须啊！喵呀，肯定是要有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好，哎，感谢芳华哥1手大金卡，我没有人帮我充3星吗？啊，这么没有牌面吗？我操！完了，废了，睡着了啊！老板都睡了啊！看来这废了，来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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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好，飞龙在天，神龙摆尾，好。你看，真的啊，飞龙在天加神龙摆尾，关羽和张飞有2个带龙的招，是吧？神龙吸水，好，反正关羽的单 A 是比较简单啊。亢龙有悔，狂龙出海啊，这都是带龙啊。神龙摆尾，飞龙在天，狂龙出海，亢龙有悔。但是白象风云面啊，白象风云面，夜叉探海，关羽这招夜叉探海外加白象风云面啊。黄忠的是独披华山。外加李广射虎和什么百步穿杨和李广射虎。马超是啥来着？马超是野火燎原外加杀啊。赵云是大鹏展翅，白鹤亮翅，哪吒滚轮，倒转昆仑，对吧？这都是路子啊。恶虎扑羊啊！
玩流士是最狠的，我跟你讲，真的啊，玩流士是最狠的，我跟你说，这就不一样了啊，玩流士确实不一样。好，这貂蝉天女散花，飞燕回廊。其实都说那个飞燕啊，都说赵飞燕长得漂亮啊，而且赵飞燕非常瘦，可以做掌上舞。大家好像都是说这个赵合德比赵飞燕长得好看啊。哎呦我这一下多少血？白象方便面给了我多少广告费？不是，它主要真的是说的像白象方便面。飞燕肥狼是吗？这许旭长得说句实话啊，他这个体型严重不符合人类的这个生长定律。人家都是脑袋大脖子粗，他是脑袋他妈跟没有似的啊！好，我是真找不着白象方便面，整个牡丹江，我感觉就一个白象方便面都没有，哎，只有康帅博，还有统一，好，老想讨打啊！哎呦！打这个 BOSS 可以1、2、3、4接飞龙啊！古人本身就是脑袋小，你这咋的大头怪鹰啊？这比例不协调啊，主要是。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听过最逗的一个事儿是啥？我听过最逗的事儿就是我小姨说的。我小姨说那个情深深雨蒙蒙，赵薇爱上苏有朋，说这个苏有朋这个人他没脖子，演那个五阿哥，他说这个苏有朋他没有脖子啊。那你说苏有朋他也不胖啊？他这么一说，我注意了一下，发现苏有朋真的没有脖子，我操！啊！看招！小狼又来一手，小狼。好，哎，走这条路线就可以没有兵，对吧？走这路线就没有兵，反正飞龙在天能上王平，而且呢，这个一会儿走雷道可以绕过这个马和魏延，有点赖啊。飞龙在天。我为什么叫飞龙在天和神龙摆尾这两个连着说呢？因为我玩那个东东不死传说，就是飞龙在天，神龙摆尾。那个人物名字叫啥？叫阿杰，对吧？阿伟，那个彬彬就是训了，操，那个彬彬到底是谁呀？啊，然后杰哥不要了，杰哥。我带你登大郎哦，登大郎是新游戏呀。这登大郎，登大郎是狠啊！那个阿伟那个演员确实长得眉清目秀的啊，该说不说啊。杰哥，杰哥是狠。好的，直接走雷道，贼实惠啊！走雷道就是实惠啊。哎呦，这一杵子！啦啦啦啦啦啦！让我看看，让现在这些玩鬼畜的啊，就得有新段子了。
现在最新的滔滔夫人，然后那个叫啥？那个叫歌坛噩梦，对吧？好不容易心动一次，你却让我输的那么彻底。操！这太狠了，那个人长得就挺喜感的啊。好，小狼了解貂蝉的后人不？不知道啊。《三国演义》原文里面也没有交代貂蝉的后事，真实历史里也没有貂蝉这个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到你这变成了貂蝉还有后人。你说的是传说中的反《三国演义》吗？啊，直接进屋。哎，这个进屋是最嘚儿的啊！进屋就是持续时间非常长。有好多就是原创的内容，咱就没法说了啊。魏延有后人嘛？那都有的时候就一灭三族了。所以说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吧就挺嘚儿的，就是真的挺嘚儿的。你看啊，就是我明明没有啥问题，然后我家有人犯罪的，对吧？诛9族，一灭3族啥的，我就是精神病，跟我有鸡毛关系？碍我啥事儿了？我感觉就真的，要不然就不讲道理啊，对吧？还有就是现在，对吧？说如果有，对吧？如果谁酒驾了，他的儿子、他的孩子不能考公务员。哎，我也是服啊，我也是服了。我说这个，哎，好。魏延的后人魏溃阳，魏延的弟弟魏痛，魏丈。啊，魏延的孙子到这一身断了啊，叫魏癌啊，对吧？还有魏摘除，叫魏延。魏延的这个魏延的高仿叫魏长延啊。好。司马懿，哎，司马当活马懿，哎，干嘛啊？没出息，你们真能给人起名，就好比很多人说我姓吴，很多人说呢我就是很多人说我姓吴，我现在一说，你们都能给我起名。我家是那个，我家有辈分的，对吧？20个字循环来，对吧？是贵长永安康，保全世界贤，对吧？这个，我老太爷是永啊，永字辈儿啊，叫吴永什么什么。我爷爷是安字辈儿啊，他跟我大爷叫吴安什么什么。好了，这个死的太惨了，兄弟们啊，这个死的是真太惨了。啊，比如说我爷爷叫吴安德，那我爸呢就是康字辈儿，叫吴康啊，吴康大，对吧？这个我大爷叫吴康伟，我叔叫吴康光，伟大光荣啊，对吧？这么起名的。但是呢，到我这儿变成宝了，所以说我叫吴宝什么？你们弹幕啊，肯定啊，我都知道你们要打什么，我都能猜到啊，你们肯定能打什么，我知道你们能打什么啊。异口同声啊！来跟着我读，来无保护啊！一猜就是啊！你看，想都不用想啊，我都能猜到啊！你看，啊，因为咱直播有延迟，所以说我等了那么一会儿，你们说完之后，你看肯定是能打出来，哎，绝对是满屏幕的无保护啊！想都不用想啊！
我的宝真的是宝贝的那个宝啊。我虽然说没有这个宝这个字儿，因为我大哥就吴宝峰，二哥就吴宝磊，当然是那个舒柏兄弟啊，舒柏兄弟，因为我都独生子嘛啊。但是呢，我这边呢我就没叫，但是我的小名里沾了一个宝字儿。但是小狼呢，他是什么？保全世界贤，对吧？我宝字辈后面是全，所以说小狼叫吴全什么什么，现在的名字叫吴全航啊，叫吴全航。因为这个男的啊叫吴全就太难听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大丈夫啊不可一日无全嘛，对吧？那他叫吴全，好，这一个大批，我操！其实我感觉他发挥的再好一点啊，我感觉死一条命就行。好，没事儿，可以躲。哎，你放小必杀有的时候还躲不过去，但是你放大必杀一定会躲。哎，大哥，你是真觉得自己一币通关稳了啊？这一币通关是稳了，是真服了，要不然成绩能更好一点。飞龙在天。吴老二的话，其实我真不是。你看，我大哥叫吴宝峰，二哥叫吴宝磊，那他是舒柏兄弟当中行二，对吧？他才是真正的，对吧？这个老二嘛。那我就一直被人叫。好的，可以看到，虽然说是残血过关，但是司马懿包括刚才那几下，我感觉关羽都是就是属于什么呢？可能他心态放松了。结果玩的没那么归了啊！结果这一下就有可能就会对吧，死一条命就通关，也就是2命就能通关，可惜了了。最终呢，来自于小李仔爆头哥啊，小李仔爆你头，一手这个关羽5进1币通关，当然呢只死了2条命啊就通关了啊。下一部作品呢是真黄忠，那比白黄还有难啊，比白黄要难。真黄忠的5进1币。届时呢，也希望大家伙去观看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